我跟男友准备结婚，我爸要80万彩礼，我们凑够了钱，他又改口100万，还有附加条件，给我弟在城中心买套300平大平层。男友不娶了，我拿出胃癌诊断，开始在家摆烂。我嫁不出去后，我爸慌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跟荣景在一起6年，毕业3年后，我们攒够了钱，准备结婚。站在这个充满黑暗回忆的走廊，我敲响了门。在这个家，我是不配拥有钥匙的。8岁之前，我是爸妈捧在手心的小公主。8岁之后，我连路边的乞丐都不如。每次被后妈高玉茹丢出来，我都只能蹲在门口，哪怕寒冬腊月。我怕黑，而门缝里会透出一丝光亮，给予我仅有的安全感。门边的墙角还有我靠久了留下的印记，整面墙都略带暗黄，只有那一块印着丝丝缕缕凌乱的红。那是每次我被打伤丢出来后蹭上的血迹。谁呀？开门的是高玉茹，她打着哈欠，睡眼惺忪。见到门口的我，她脸色一沉，语气中也满是嫌恶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大中午的回来干嘛？还让不让人好好午睡了？我下午4点午睡，猪都没他能睡吧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径直走进了客厅。我爸呢？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个目的，拿户口本跟荣景领证。毕竟明天就是5月20日。我怎么知道你爸去哪了？你自己不会给他打电话？他不耐烦地看我一眼，在看见我身后的荣景时，眼睛一亮。他一把推开我，疾步走到荣景面前。你是？荣景见我被推开，眼底显出不悦。阿姨，我是悠悠的男朋友。他将手中的礼品递给高玉茹后，走到了我身前。磕到手了。我揉了揉手肘，点了点头。被某个不长眼的人推到茶几上，有点痛。我跟高玉茹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母慈女孝。小时候，我不是在被他折磨，就是在被他折磨的路上。熬过高中，上了大学后，我才不再让着他。我俩在的地方，向来是硝烟四起。高玉茹嗤笑一声，翘着2郎腿坐在了沙发上。哟，这有了男朋友就是不一样哈，这么点磕碰就喊痛，真把自己当小公主呢。矫情。我笑着走向他，在他不明所以的目光中，拽起他就往茶几上撞去。扯平了。他反应过来，惊叫一声后就想扑过来打我。1.85米的荣景往我身前一站，他怂了，但他嘴上仍旧骂骂咧咧。木优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疯了吗？看你爸不在，就带着野男人使劲欺负我是吧？等你爸回来，看他怎么收拾你，小畜生！我拉着荣景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，对他的咒骂充耳不闻。我拨通了我爸的电话，让他回来。人都到齐后，我与荣景十指相扣。爸，这是荣景，我的男朋友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荣景也出声附和。穆叔叔，我会对悠悠好的，您放心，把她交给我吧。我爸上下打量着荣景，眼中金光闪闪。小荣是吧？我们家就悠悠这么一个女儿，我跟他妈对悠悠的婚事是很看重的。我忍不住打断，爸，她不是我妈，我妈早死了。我爸狠狠剜了我一眼，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？玉茹是我老婆，不是你妈是谁？我咬牙，她不是。我爸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行吧行吧，不是就不是，你别打岔。小荣啊，我们养大悠悠也不容易，我这么漂亮一个女儿，彩礼80万，不过分吧？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爸，
你确定是80万，不是8万？我爸还没说话，高玉茹就阴阳怪气地开口了：8万？木佑，你想啥呢？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不花钱啊？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，心底一片冰寒。所以这80万我能带回去多少？换句话说，你们给我准备多少嫁妆？嫁妆？没有，我爸答得理直气壮。我气笑了，他可真敢说。你们这是嫁女儿，还是卖女儿？我爸脸色一僵，眼神闪了闪，呵斥道：你闭嘴，我跟小荣说话，有你什么事？我还想争辩，荣景捏了捏我的手。穆叔叔，我跟悠悠刚毕业3年，这3年赚的钱也不多。我们前些日子刚付完婚房的首付，现在手里只剩30万。我也了解过您这边彩礼的情况，最高也就20万左右。您这80万，是不是有点多了呢？荣景向来自带气场，尽管他现在语气尊敬，但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凌厉气息，还是逼得我爸低了一头。我爸避过他的眼神，有些不自在。彩礼就是一个态度，当然是越多显得越有诚意。你别给我绕弯子，你们既然有钱买房，就肯定有钱付彩礼。8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将心底的悲凉压了下去，拉着荣景起身。爸，既然你不想好好谈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80万，我们没有。这些年我在这个家过得怎么样，你们心知肚明。我也不指望你们能给我准备嫁妆，就20万彩礼，爱要不要？放下话，我拉着荣景转身就走。我爸目光一凛，猛地一拍茶几：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你以为我们要这么多彩礼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，彩礼要少了，你婆家会看重你。说到婆家，我担心地看了荣景一眼。嫁给他，我暂时是没有公公婆婆的。我顿住脚步，拉着荣景转身，语气讽刺：为了我，你不问他对我好不好，也不问他有没有准备房和车，上来就是80万彩礼。你确定你是为了我，而不是想卖女儿？从头到尾，他都没有问过我们的感情，也没有问过他的家庭，甚至连他的收入都不问，上来就直接80万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用鼻子想都知道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嫁得好不好，过得幸不幸福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对方能不能给得起他们想要的价钱。要不是我这张脸长得过分好看，早不知道毁了多少次容了。他们每次打我发泄，拳脚棍棒都只会往我身上招呼。尽管我遍体鳞伤，脸始终是完好如初。我16岁那年就知道他们想卖女儿赚彩礼，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男人被带回家，他们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如蛆虫一般恶心。万幸的是，那些人都给不出我爸要的高价。我爸的心思被我戳破，脸色黑如锅底。木优，你长大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别忘了，你是我女儿，你想嫁给谁，必须得经过我同意。这位荣先生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请你立刻马上离开这里。荣景似乎也没想到我爸会这般不留情面，他担忧地看向我。我对他摇了摇头，让他先离开。他1步3回头。我爸看不过去，把他往门外一推，用力把门甩上，杜绝了他的视线。荣景在门口使劲拍门，我爸吼了几声，门外没了动静。他走了。爸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能做主自己的婚姻大事。我妈死后，你也没管过我死活，凭什么现在来管我？我爸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我被扇得撇过了头，口中一股腥甜蔓延。就凭你是我生的，他要是拿不出80万，你别想嫁给他。我捂着脸颊，
抬手擦掉嘴角的血迹，闭眼深呼吸，硬生生将在眼眶打转的泪珠逼了回去。在这个家，我哭过太多了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我倔强地仰头，眼中盛满了恨意。我想嫁给谁，轮不到你做主。我转身就走，却被他拽了回来。他用力一甩，我重重砸在了地上，一股刺痛从小腿和手臂传来，而这只是开始。不等我站起来，一根手腕粗的木根狠狠落在了我身上。敢跟老子顶嘴，活腻了是吧？第一棍打在了我腰上。在外面待久了，心野了，觉得自己可以脱离我的掌控了是吧？第二棍打在了我的臀上。20万就想跟他走？老子打断你的腿，看你还敢不敢跟野男人跑。第三棍打在了我的腿上。木优，你就是老子养的一条狗，老子想把你卖给谁就卖给谁，想自己做主，做梦去吧你。第四棍打在了我的背上。我吐出一大口血，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味，气若游丝，趴在地上的我宛如死狗。他把我拎起来扔进房间，收走了我的手机，给房间门上了锁。房间里有早就准备好的中药，高玉茹不会让我死，但也不会让我好过。每次我被我爸揍完，他都会奉上中药吊着我的命。药很苦很苦，效果却很好，好到第二天我就能下地继续做全家的家务活。我被关了3天，3天后荣景来了，带着我爸要的80万。叔叔，80万我带来了，我现在可以见悠悠了吧？我被高玉茹放了出来。见我出来，她立马上前扶住了我。悠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么虚弱？我对她扯出一个笑脸。我没事，你上哪找来的50万？她扶着我坐下，眼神闪了闪，小声解释，我爸给的。你爸？你们不是？我回家了。我心一紧，他跟他爸妈早就决裂了。5年都不曾低过头的男人，竟然为了我看出我眼中的忧虑。他柔声安抚我，不碍事的，我也该回家了。而且我也想早点把你娶回去。可嗨，我爸咳了几声，见我们看向他，继续道，你们先松开。小荣啊，80万是3天前的价。他顿了顿，一脸傲气，现在你想娶我女儿，得100万，还得在市中心给我儿子买套300平的大平层。我看御景园就很不错。我被气笑了。御景园，他可真敢开口。那可是我们江城最贵的楼盘，4万1平米，300平的大平层，那是楼王，还得在原有价格上再加1成的价才能拿下。你疯了吧？我们上哪给你搞1000多万去？我恨恨地看着他，眼中的怒火喷涌而出。我爸淡定地喝了口茶，别人也许搞不来，但荣景，荣氏集团太子爷，这对你来说都是小意思吧？我愣住，他怎么知道荣景的身份？荣景正准备开口，我给他使了个眼神，他立马闭了嘴。我们要商量一下。可以，但是不能出去，你带小荣去你房间吧。我带荣景进了我的房间，他抱着我，心疼的眼眶都红了。悠悠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应该早点回家的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跟你没关系，那天他刚把你赶出去，就打了我一顿，在这个家，挨打是家常便饭，我都习惯了。荣景的眼泪砸在我的脸上，滚烫滚烫的。我抬手想给他擦掉，结果越擦他哭得越厉害。真的不怪你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乖，别哭了。荣景握住我的手，通红的眼中满是愧疚。我不是说这次，我是说我应该早几年就回家的，
这样我就能早点娶你了。都怪我没用，创业几年了也没什么起色。我回抱住他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慰：不是你没用，我都知道的。这些年你已经很努力了，是你家里不想让你成功，他们想逼你回家。你坚持了这么久，结果却为了我低头。阿景，你已经很好了。门口传来我爸的咳嗽声，我知道他现在贴着门在偷听。我对他使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从桌上拿过笔记本。关于我们接下来的打算与计划，我们都写在了纸上交流。商量完后，纸条让他带走销毁。叔叔，100万和一套房没问题，但我还得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我爸点点头，一张老脸笑成了菊花。好好好，回去商量吧，叔叔等你好消息啊。荣景走了，我爸以为这是十拿九稳，甚至已经在跟高玉如看御景园的户型图。他们这几天都没为难我，我在这个家难得的过了几天好日子。1天后，荣景没回复，我爸脑补他们还在商量。3天后，荣景还是没回复，我爸急了：悠悠，荣景这几天有联系你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把手机递给他。他自那天走后就没再联系过我，不信你自己看。我爸接过我手机，翻了半天，他眉头紧皱，把手机扔回给我。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很爱你吗？那天你们在房间都说了什么？我接过手机，也是一脸不安。我就跟他说想快点嫁给他，让他赶紧准备钱啊。你也知道我有多想离开这个家。我爸一愣，老脸一红，别过了脸，你给他发个消息，问问他什么情况。我把手机再次递给他，我不是发了吗？我这几天隔2个小时就给他发一个消息，但他就是不回复。我爸一听，瞬间暴躁，那就给他打电话。我当着他的面打过去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打微信电话视频直接被挂断。我又发了一条消息，红色感叹号出来了。我爸脸色变了。我去他家找他。我爸去了荣家，结果被他们家打了出来。回来后，他气得砸掉了他最爱的茶壶。我问他什么情况，他说荣景家里2天前给他安排相亲，他去了，双方很满意，家长也很满意，婚期定在1个月后。我爸后悔了，早知道80万就80万了，现在1分钱都拿不到。高玉如疑惑地上前，不是说他很爱悠悠吗？怎么会娶别人？我爸烦躁地推开他，我怎么知道？高玉如被推开，不敢再上前自找没趣，把话头转到了我身上。悠悠，你也真是的，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真是个废物。我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，面上却是一片焦急。我用力掐了把大腿，爸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再去问问呢，阿景不会不要我的，他那么爱我，不会的。我边说边流泪。哭什么哭？烦死了，滚回你房间去。我擦了擦眼泪，起身回房。快走到门口时，我转身哭唧唧地说了一句：爸，要不是你们临时加价，80万早就10拿9稳，这会儿已经到手了。开门，关门，反锁。门外传来我爸和高玉如的争吵声。我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我爸打了高玉如一巴掌。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提出加价，这事也不会吹了。高玉如委屈地哭道：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家着想吗？我爸烦躁地揉了揉眉心，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高玉如挪着身子靠近他，轻轻拍着他的背给他顺气。既然他荣景不娶，那就把那死丫头嫁给其他人啊。我爸犹豫了1秒，点了点头，也是，那丫头长得漂亮，学历又高，不愁卖不到好价钱。
他开始物色有钱的金龟婿。半个月后，终于被他找到了。对方是我曾经的追求者汪新宇，也是我的高中同学。他不知从哪儿知道我爸在给我找对象，托人联系了我爸，说愿意娶我。我爸把他领了回来，他嘴很甜，还有一点小绿茶，把我爸哄得很高兴。这一次，我爸没有要价太高。小汪啊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喜欢着我家悠悠，可真是个专情的好男人啊！把我们家悠悠交给你，我是100个放心。我们家悠悠这么好一个姑娘，80万彩礼不多吧？汪新宇及时给我爸添上一杯茶，笑得讨好谄媚。不多不多，能娶到悠悠，别说80万，就是800万我也愿意。高玉如一听，双眼放光，她搓着小手，屁股往汪新宇那边靠了靠。小汪啊，悠悠还有一个弟弟，我跟你叔叔年纪也大了，也帮不了什么忙，你看能不能再加点？我爸一听，狠狠剜了高玉如一眼。高玉如这会儿也不知道是鬼迷心窍了，还是咋的，以为我爸这眼神是夸他。他趁热打铁，不多，也就给悠悠弟弟在城里买套100平的学区房。我爸怒斥了他一声：“你闭嘴！”小汪啊，今天就先这样啊，叔叔还要处理点家事，你先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吧。悠悠，送一下。汪新宇点了点头，走了。我送他出门后，一转头，我爸给了高玉如一巴掌，他被打得有些懵，捂着脸愣愣地看着我爸。胜哥，你打我干嘛？我爸满脸怒气，看他的眼神仿佛要吃人一般。你是不是傻？荣景怎么飞的你忘了？还敢提价？这小汪是我好不容易找的冤大。啊呸！金龟婿，老子腿都快跑断了，你还想给我搞吹？看着我爸恨铁不成钢的脸色，高玉如恍然大悟。汪新宇回去后，第2天又上门了。他们家答应了80万的彩礼，100平的房子也没问题，甚至还能给我爸送一台大奔。但他爸妈有一个要求，他希望我尽快去做一个全身检查。叔叔，我妈说了，娶媳妇一定要娶个健康的，不然万一娶回去生不了孩子，就很难办。我爸点了点头，这也是情理之中，我们理解。那你带悠悠去做个检查吧，叔叔相信我家悠悠身体绝对没问题的。我爸被汪新宇的糖衣炮弹给迷了心智，大手一挥，让我独自跟他出了门。汪新宇带我出来后，我们与荣景会合。我们3个本来就是好朋友，汪新宇家跟荣景家是世交，我跟他也确实是高中同学，还是同桌的那种。我跟荣景大学能在一起，还是他给牵的线搭的桥。荣景大3的时候跟他爸赌气，闹得很凶，跟家里断绝了关系。荣家对子女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很好，外界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身份。断绝关系后，汪雨欣多次帮助荣景，也被家里勒令不准与他交往，断了他的卡。荣景为了我回家认错后，他们关系恢复如初。这些我爸不关心我，不知道而已，不然也不会给了我们今天见面的机会。悠悠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一见面，荣景就把我紧紧抱在了怀里，我也紧紧回抱他。可嗨，你俩注意一点啊，我这个未婚夫还在呢。荣景直接给他来了个暴锤。电灯泡就该有电灯泡的自觉，你站那晾着就行了，说什么话？汪新宇委屈地撇撇嘴，视线转向我。哇哦，来自单身狗的强大怨念。我亲了荣景一口，汪新宇捂着胸口，哭唧唧地跑开了。半小时后，他还是乖乖回来给我们当司机。
我们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只不过这份检查报告单是汪新宇找他的院长叔叔帮忙伪造的，不具有真实性，但应付我爸和高玉茹足够了。汪新宇送我回家，叔叔，抱歉，我不能娶悠悠了。一进门，他就给我爸来了个90度深鞠躬。我爸爸一脸懵逼地受了他一个大礼，待反应过来后，瞳孔地震。什么？不娶了？为什么？汪新宇将检查报告单递给他，叔叔，你自己看看吧，不过我建议您坐下看。我爸拿着报告单坐在了沙发上，待看完后，他震惊地跳了起来。胃癌，晚期。他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汪新宇走了，我爸颓然地瘫在沙发上，一脸生无可恋。我把月薪13000的工作辞掉了，开始在家摆烂。我爸也不敢再打我，他怕一个不小心，直接把我送走。他还不想吃官司。高玉茹看我不顺眼，天天在家对我冷嘲热讽。他扫着地，嘴上都不安分：“你是胃癌，又不是瘫痪，怎么就不能工作了？”我白他一眼，继续嗑手中的瓜子，边吃边把壳吐得遍地都是。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，还上什么班？有命赚我也没命花呀！他气急，扫把一扔，叉着腰就开始骂我。你能不能别乱吐，又不做家务，整天躺在家里跟个废人一样，看不见我在扫地吗？我心中冷笑，以前他就是这样对我的呀，怎么角色互换后他就受不了了呢？你也知道整天躺着像废人啊，你以前不都这样吗？他老脸一僵，你好啊，你反了天了是吧？别以为你要死了我就不敢打你。他扑上来，狠狠掐住我的脖子。高玉茹，你做什么？我爸回来了，一把将骑在我身上的人给拉走。他都快死了，你还跟他计较什么？真把他掐死了，你我都得吃官司。做事带点脑子行吗？他被我爸吼得跟个鹌鹑似的，低着头一动不敢动。也是，现在我爸手痒了，不能打我。要是惹他不开心，现在挨打的就是他了。我爸呀，可是有狂躁症的，发作起来不狠狠揍一顿人，绝不会停下来。我以为他会消停几天，没想到当天夜里他就给我下了药。我感觉自己被人抬走了，但我睁不开眼。等我努力把眼睛睁开时，入目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，正淫笑着的脸。这个男人此刻正准备解开我的上衣。反应过来后，我奋力挣扎。你是谁？你想干嘛？我手舞足蹈，不小心踢到了什么。啪！臭婊子，你敢踢我？我被扇得撇过头去，男人把我死死按在床上，反手又是2个耳光。我让你踢，妈的，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！我被扇得脑子发晕。老曾，下手轻点，别把人脸给打花，这么嫩的小脸，花了可就不好看了。房间里还有其他人。我循声望去，床边的沙发上还坐着2个肥头大耳的男人。看什么看？现在要上你的人是老子，你看别人做什么？等会有你好受的。我使劲挣扎，他一时竟有些按不住我。你俩别看戏了，这婊子看着瘦，力气还挺大。快过来给我按着他，我等不及了。另外2人上前摁住我。第一个胖子脱掉了裤子，准备墙上时，门被踢开了。荣景，我眼中闪出了希望的光芒。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。我跟荣景有一条项链，项链里面有定位系统，我们都连接了彼此的账号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些路痴，这还是他当时花高价给我定制的。只要项链在我身上，他就能找到我。这段时间他一直关注我的动向，我离开家，
他第一时间就会知道。还好他赶上了，我晕了过去。江城的公安局局长是他亲叔叔。最终，那3个人被荣景以强奸未遂的罪名送进了监狱。他们口径一致，说是高玉茹用6万块钱的价格把我卖给他们1晚。警察上门时，高玉茹还在家里数着钱，做着除掉我的美梦。荣景找了顶级律师，在他的操作下，高玉茹被判了3年。医院那边说我的病可以治好，但需要很大一笔手术费，大概100万。我问我爸要钱，他想也不想就直接说没有。悠悠啊，你知道的，你爸我本就没什么积蓄，这100万我实在拿不出来。我捂着胃，一脸哀求地看着他，爸，不然把这房子卖了吧。房子是我妈和你一起买的，她去世了，这一半理应由我继承。这套房子现在应该值个300万，你一半我一半，我有救的。听我说要卖房子，他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卖房？你想都不要想。房子卖了，我跟你弟弟住哪？我循循善诱，不是还有150万吗？咱们先租房，等我治好了，你再把我嫁出去，到时候可不止100万。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，似乎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在他去找买家时，荣景安排的人把胃癌治不好，治好了也是药罐子的消息传到了他耳中。他犹豫了。悠悠，你这个病，别说花100万能不能保证治好，就算治好了，你也是个药罐子。还是算了吧，你活着也难受，不如早点结束这一生，说不好下辈子还能投个好胎。我一脸绝望，心里更是冷得彻底。区区100万而已，有机会治，他都能眼睁睁看着我去死，竟是一点生的机会都不想给我。爸，你真要如此绝情吗？他别开视线，不看我。第2天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人。我爸将一张纸递到我面前，悠悠，签了吧。我接过一看，父女关系断绝了。我拿着纸的手都在颤抖。他以为我是在生气，语重心长道：“悠悠啊，这房子我是不会卖的，好歹我生养你一场，你妈那一半就当你付给我的养老费了。你走吧，我们断绝父女关系，你的户口我也会给你迁出去，以后你是生是死都与我无关。就算你以后治好了，我也不会再找你。”我哭了，开心的。这一天，我终于等到了。我拿到了关系断绝书，并在律师的见证下做了公证，户口迁出手续也都办完了。我跟他没有关系了，我自由了。我收拾好我跟我妈的东西，迈着轻快的步伐，离开了这个困了我20几年的家。荣景早就在楼下等我了，我笑着扑向了他。荣景，我终于自由了，我们结婚吧。他接住我，满脸宠溺，我们结婚。尽管现在我孤身一人，他爸妈也没有介意我的身份。他们知道荣景有多爱我，爱屋及乌，这5年的愧疚，他们也都倾注在了我的身上。在知道我的遭遇后，他们对我更是如待亲女儿一般。我跟荣景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我爸不知从哪儿知道的消息也来了。让开，今天是我女儿结婚，凭什么不让我进？门口保安礼貌地暗自使力，先生，没有邀请函不能进去。笑话，我这张脸就是邀请函。你让木优滚出来。我听说了门口的动静，叫人把他带了进来，安排在了最角落的位置。婚礼正常进行，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。这瞧着，倒真像只是来吃席的。然而，我还是小瞧他了。到了敬酒环节，我敬到他那桌时，
木优，你命可真够好的呀，竟然真的嫁进来荣家，可真有手段。不过也是，你这个1分钱彩礼没要，又是个药罐子，以后指不定怎么被人扫地出门呢。没想到荣家家大业大，娶媳妇竟然1分钱彩礼都不愿意出，可真不要脸。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，我本来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能忍则忍。他平时打我骂我也就罢了，但他竟敢闹到我婚礼上来，还敢辱骂我婆家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我拿过伴娘手中的酒壶，掀开盖子，尽数泼在了他脸上。穆连胜，脸脏你就多洗洗，别不干不净的就出来丢人现眼。这断绝书可是你亲自带着律师跟我签订的。我从伴娘手中接过断绝书，一把对到他面前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他抢过去，一把撕掉。我冷笑一声，从伴娘手中拿过一叠，狠狠砸在了他脸上。你随便撕，我这多的是。他一怔，突然往地上一躺，开始撒泼打滚。我不管，你就是我女儿，今天这个彩礼钱，他们荣家必须给我补齐了。我眉头狠狠皱了皱，咬了咬牙，也破罐子破摔。穆连胜，你再闹，信不信这婚我不结了？我的病可还没治好，我不结婚，回去后你就得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，不然我告死你。听说我不嫁了，还要回去卖房。他这才清醒了过来，狠狠剜我一眼后，灰溜溜地离去。果然，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。没有高玉茹的管束劝导，他开始整日的酗酒，直到他酒后驾驶撞死了人还逃逸。他是在汽车站被抓到的，他正准备逃回乡下。被抓时，他狂躁症犯了，他挣扎耍无赖，结果打伤了警察，罪加一等。被抓回来后，他被判了重刑，这辈子他都得在牢里度过了。他剩下的积蓄不够赔偿金，他要求见我一面，我去了。悠悠，爸爸错了，爸爸这些年不该这样对你，都怪高玉茹，这些年要不是他挑拨离间，咱们父女俩的关系也不会这么差。爸爸以前可是把你当公主宠爱的呀。他言辞诚恳，我却觉得讽刺。这10几年受的苦和罪，有些痕迹至今都还留在我身上，又岂是他道歉了就能原谅的？你想说什么，直接说吧，那些废话我不想听，没意义。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跪下了。悠悠，我知道这些年爸爸对你的伤害，不配得到你的原谅，但宗儿是你的亲弟弟。如今我跟高玉茹都进了监狱，他一个人在外面，我始终不放心。你嫁得这样好，求你看在他身上跟你流着同样血的份上，收留他吧。我嗤笑一声。穆宗，那个仗着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就是无法无天的二世祖。如果说我这辈子最恨的人是穆连胜，那他穆宗就是我第2恨的人。我被打，大部分都是因为他，而我每次被穆连胜打完，他都会给我补上几脚。我被扔出家门，他还会带着楼里的其他孩子朝我吐口水，往我身上扔蟑螂老鼠。我的被窝里也永远是蟑螂老鼠各种虫子的聚集地，甚至还有蛇。高3那年，我好不容易看到希望，也是他撕掉了我的准考证，把我锁在房间，让我错失了高考。因为他，我的悲惨生活又增加了1年。也是因为他，我的童年生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噩梦。我不会收留他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穆连胜开始磕头，悠悠，只要你收留他，家里那套房子我愿意过户给你。你知道的，那房子值300万，还掉赔偿金，还能剩150万，这钱都给你，
你只需要收留宗儿到成年就好。悠悠，爸爸求你了，宗儿还那么小，他脾气也不好，没有亲戚会收留他的，他只有你这个姐姐了。我冷冷地看他一眼，他也知道他脾气不好。那套房子本就有我妈的一半，房子我会卖，我妈的那一半我也会拿回来。至于穆宗，他是死是活与我无关。哦，对了，我没有胃癌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，转身离开。我好不容易逃出原生家庭，好不容易与他们断绝关系，又怎会回头心软？那些束缚我10几年的东西，这一刻烟消云散。我的未来只会是光明灿烂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